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一直在追踪我的最新视频那么你一定会发现，为什么最近我都只是分享我筛选过的加密货币这一系列的视频。那我知道有人可能会说，为什么你一直做这种内容我们直接 all in 一个项目到牛市不就好了吗？不对吗？那我想要说的就是呢，如果你 all in 一个项目的话呢，就会好像 Luxo 一样，这几天其他的山寨币都涨了，唯独只有 Luxo 没有涨，看了我都心烦，相信 all in 的你也会有这种感受。所以今天有一个项目我必须要分享一下，我个人相信呢还有机会上车的，那就是 NEAR Protocol。 说实话，我对这个项目其实是蛮看好的，我觉得它有着比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其他山寨币项目更大的增长潜力。为了让大家明白为什么，我将会在今天的视频里详细的解释这个项目的4个我看好 NEAR Protocol 的原因。如果你想要投资任何的加密货币，我在这里推荐大家使用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平台 Bybit， 新用户有机会赢取高达$5000的神秘奖品。还没有注册的朋友可以点击我的链接，我的链接就在视频的介绍栏。首先我们从第一部分开始， NEAR Protocol 筹集了相当可观的资金。你看 NEAR Protocol 拥有大量的资本，对于初创阶段的项目来说，没有什么比拥有足够的现金储备更加重要了。许多初创公司和加密货币由于缺乏运营资金而不得不关闭，但幸运的是 NEAR Protocol 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。在2022年的1月份，NEAR 成功的筹集到了高达$1.5亿的资金，然后在几个月后的4月份，他们又筹集到了更多，高达$3.5亿。但重要的不仅仅是筹集到的资金量，还有他们如何运用这些资金。NEAR 正在大量投资以刺激生态系统的增长，他们已经拥有总共$8亿用于生态系统激励。没错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$8亿。其中大部分的资金都投入到了 NEAR 的各种 DeFi 项目中，这导致了一系列下一代金融产品在 NEAR 平台上推出，比如 Liquid Staking 通过 Metapool， 抵押借贷通过 Borrow， 以及永续期权通过 Spin Finance。 而且还有一些更为特别的 DeFi 产品，比如 Pembroke Finance， 它提供了杠杆化的发明，这些都是值得一看的优秀项目。但未来将会有更多有潜力的项目加入他们。那么原因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由一些顶级加密投资机构，比如 Dragonfly 和 Pantera 支持的加速器项目 NEAR Horizon。 这个加速器项目旨在通过将他们与关键行业参与者连接，来帮助团队在 NEAR 生态系统中建立项目。总之 NEAR 拥有所有这些资源，意味着它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势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第二部分了。他们提供一款拥有尖端技术的区块链平台。那么这个区块链技术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首先，他们的分片技术非常的出色。对于不了解分片的人来说，分片是通过将区块链分割成更小的部分，也称为分片，来提高它们的吞吐量的其中一种方式。而 NEAR Protocol 则用这个独特的 Nightshade 解决方案，来将分片提升到了新的高度。Nightshade 在去年上线以来NEAR 的网络容量已经增加到了3倍。他们甚至在路线图上还有所谓的2次分片 Quadratic Sharding， 声称这可能会导致无限的可扩展性。那现在呢，我想要暂停一下，我想要把 NEAR 和以太坊进行一下比较。因为以太坊在它的路线图上也称计划进行分片，但最终反复无常的决定不再继续了。所以呢，我就对 NEAR Protocol 非常的有印象，因为他们承诺并且兑现了分片，而以太坊却在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后决定不再进行了。但这还不是全部，令我印象深刻的不仅仅只是分片技术NEAR 的生态系统中还有一个名为 Octopus 的应用链协议，这使得 NEAR 能够像 Polkadot 和 Cosmos 这样的项目进行正面的竞争。如果这还不够，还有 Rainbow Bridge， 这允许 NEAR 和以太坊之间进行直接的资产转移，也就是跨链协议。有了 Rainbow， 当以太坊的矿工费用对普通的用户来说过于昂贵时候， NEAR 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热门的 NFT 交易平台了。但无论一个项目的技术有多么的好，如果
它不是对开发者友好的话呢，那么最终还是不会成功的，因为开发者和构建者是任何区块链生态系统的命脉。所以我们来到的第3部分就是对开发者友好，以便所有的构建者都会加入 NEAR 这个生态系统去开发。基本上他们通过推出自己的区块链操作系统 BOS， 也就是 Blockchain Operating System， 彻底的改变了去中心化应用的构建方式。首先 BOS 是基于 JavaScript 去构建的，所以开发者不需要重新去学习难懂的编程语言，比如 Solidity，就能编写智能合约。那另外一件事呢，他们有一个现有的组件库，开发者可以将这些组件集成到自己的应用中，这样就不必从零开始构建。事实上 BOS 的每一个组件都在公共区块链上运行，所以源代码对每一个人都可以用，这样就大大的加速创新的步伐，远超像 Solana 这样的平台，在那里一切都被保留在应用内。我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 BOS 呢允许人们将应用连接到 NEAR 和以太坊，所以它与世界最大的智能合约平台以太坊无缝的一起工作，这真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举动。但这还不是全部，让 NEAR 如此吸引开发者的不仅仅是 BOS，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为开发者提供的独特财务激励。看看这个，每一次有交易与智能合约互动，交易费的30%将流入该合约的开发者，这个利润对开发者非常的友好。我不认为我在其他的区块链上见过如此激励的措施。想想看，如果你是一名开发者每一个人与你的智能合约互动时，你就能获得报酬，你会不会有更多的动力去创建更高质量的智能合约呢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但我肯定会这么做，以最大化我的收入，这只是会对整个生态系统有益。总之，有了这个出色的财务激励和 BOS 带来的无缝开发者体验，我不会感到惊讶，如果未来的有大量的开发者转向 NEAR 的生态系统，或者至少在他们进行多链部署时，他们会首选在 NEAR 的生态上去部署他们的应用。但事实上，尽管 NEAR 拥有出色的开发者体验、先进的技术和深厚的资金储备，我依然觉得这还不足够让我去购买 NEAR 的代币，除非他们有我在第4部分想要分享的，那就是代币经济学了。NEAR 有一个非常好的代币经济学首先，他们的分配非常的平均，当项目代币集中在少数几个大鲸鱼的手里通常是一个不好的迹象，因为这会给他们操纵代币价格，并对散户投资者进行抛售的可能性。但是在 NEAR 的情况下，代币供应在社区内部和基金会之间得到了很好的分配，这种分配方式对代币价格和网络去中心化基本上是看涨的。至于代币供应，它正在走向通缩，我一直只会买入有通缩的代币，因为只有通缩的代币才会有增值的空间。NEAR 的实际供应每一年是增长5%，以奖励验证者和质押者，但是不用担心，因为他们还有一个销毁机制。记得我刚才有说到的吗？每一笔智能合约交易费用的30%归于开发者所有，而另外的70%将会被销毁。这意味着，随着网络使用量的增长，就好像这张图一样，净发行量实际上可能会变成负数，并减少代币的供应。众所周知，供应越少，价格上涨的机会就会越大。最后，我真正喜欢的一点就是完全摊薄的估值非常公平，只是比流通市值高出1%，这与那一些玩弄代币经济学的区块链项目相比，简直是太强了。那一些项目一开始只发布了10%的供应量，之后每一天会流出大量的代币来收割投资者，所以这些项目它们的价格一直都会往下跌。那 NEAR 这一种做法对长期价格的行为非常看涨，因为如果未来市值增长，那最有可能的就是价格上涨，而不是流通供应量增长而已。另外，你们看看这里，它的市值现在只有大约的13亿美元了，而在上一次的牛市中，与 NEAR 类似的几种币种，比如 Tether 和 Atom， 市值都超过100亿美元。还有一点，上一波的牛市里NEAR 的总市值也是在大约100亿美元，所以在下一波的牛市里，NEAR 拥有100亿美元的估值是合理的，离现在的价格也有10倍。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呢？希望你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币圈大马哥，我们下一期见。